你知道杰西卡·阿尔巴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是男神兽歌姬吗？可比奉她为女神，林书豪呢把她的海报贴满了整个卧室的天花板。但是杰西卡呢却因为美貌而感到羞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2005年呢，一部《罪恶之城》啊，让杰西卡呢那是一夜爆火。紧接着呢，漫威的神奇四侠，她饰演的那个隐形女呢，一头金发配上紧身衣啊，俏皮又性感。可在好莱坞这帮老男人的眼里，她根本不是演员，她就是一块行走的鲜肉。拍摄《罪恶之城》的时候呢，导演直接要求她全裸出镜，杰西卡呢当时就炸了，当场拒绝，我不卖肉，我卖的是演技。导演当时虽然说勉强答应，但是心里我估计早就在那里骂娘了。到了《神奇四侠2》呢，更恶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导演甚至嫌弃他哭得太丑了，直接对他喊：“你别真哭呀，你只需要保持漂亮。”最过分的是啊，这资本呢为了让他看起来更性感啊，竟然要求他在隐形的时候呢必须是脱光。杰西卡呢是誓死不从，结果片方呢表面答应啊，背地里呢却用特效把他的衣服给 P 掉了，甚至连花花公子杂志都在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的情况下呢，直接把他的比基尼照呢印到了封面上，用来以此牟利。那时候的杰西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他突然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名利场里，美貌不是礼物，而是诅咒。只要他还在演戏，他就永远是那个被物化的性感符号，是那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移动花瓶。那换做一般的女明星啊，可能就忍了，那毕竟片手摆在那儿呢，那拖一拖又何妨呢？或者像梦露一样，在抑郁和药物中走向毁灭。但是杰西卡·阿尔巴呢，偏偏是个狠角色。27岁啊，正是如日中天，片酬拿到手软的时候，她宣布退圈了。她转身嫁给了制片人卡什·沃伦。那大家都以为啊，这美女是嫁入豪门去当阔太太，从此洗手做羹汤了。但这才是她降维打击的开始。她变身学霸，花了整整3年半的时间啊，去研究什么是聚乙二醇，什么是12烷基硫酸钠。她跑去华盛顿，不是去走红毯，而是拿着厚厚的文件呢，去游说国会，要求政府呢修改早已过时的化学品安全法案。她掏空了自己的毕生积蓄啊，甚至是顶着所有人你就是个戏子，等什么做生意的嘲讽，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，整整10年呢。当人们快要遗忘那个神奇四侠里的隐形女的时候，杰西卡·阿尔巴呢带着她的商业帝国杀了回来。这一次呢，她没有站在奥斯卡的领奖台上，而是站在了纳斯达克的敲钟现场。那天呢，她的公司上市啊，市值一度飙升到14.4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100亿啊。她身穿干练的西装，那种自信的笑容啊，比当年在《罪恶之城》里还要耀眼10000倍。她完成了从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到福布斯商业巨鳄的史诗级跨越。曾经呢，人们只盯她的身材看，现在呢，人们必须去仰望她的头脑。现在你再看啊，40多岁了，生了3个孩子，脸上呢依旧是胶原蛋白满满。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素颜、晒加班、晒和员工开会，那种状态啊，根本不是靠打针来维持的僵硬美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力。她告诉所有的女性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女性力量呢，从来不是在做一个好妈妈和做一个女强人之间2选1。谁说长得漂亮就得当花瓶了？谁说女明星的归宿只能是豪门了？当你的才华撑不住你的野心时，你就只能被选择。但当你把才华打磨成武器的时候呢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美貌这个东西呢是消耗品，用一点少一点，但是智慧和资本那是增值品，越老越值钱。如果是你拥有杰西卡这样的神颜，你会选择轻松的躺在功劳簿上当个万人迷呢，还是选择一条充满激情的创业之路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一起聊聊什么是真正的大女主。